2021年9月19日，母亲妮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失联20多天的女儿加比，终于被找到了。准确地说，是她的遗体被找到了。她侧卧在怀俄明州斯普瑞德溪流旁的泥地里，身穿卡其色连帽毛衣，姿势僵硬而不自然。头发从帽衫的一侧垂落，仿佛是风中未被发现的求救信号。当时加比在 Instagram 上已经有10万粉丝，但在他死后的几周，他的身体孤零零地被丢在荒野，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大家好，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前面提到的这起案件，在2021年轰动一时，被媒体称作网红女孩加比佩蒂托被害案。但我想说，加比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红，她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内容创作者。这个网红标签让人下意识把她放进了公众人物的语境，仿佛这是个和普通人无关的事件。但恰恰相反，加比生前的经历是许多普通人正在面对的困境。今天我们一起来目击这起黑暗中的案件。先把目光落在1999年3月19日，加布里埃尔·佩蒂托，朋友们都叫他加比。1999年的春天，他出生在纽约长岛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父母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分开了，抚养权归了母亲妮可。父亲约瑟夫后来再婚，与加比的联系逐渐减少。他从小跟着母亲和继父吉姆生活，在蓝点镇长大，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TJ，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家庭虽然结构复杂，但气氛温暖。加比从小就喜欢绘画、写诗、拍照，他的素描本里画满了山川和树林，日记里写着他对旅行的向往。他在 Instagram 上面写过这样一句话：山峦是地球的褶皱，而我想探索每一道缝隙。2017年，加比高中毕业，他选择进入萨福克社区学院学习心理学。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尝试拍摄生活短片，经营社交媒体账号，梦想成为一名旅行内容创作者。一切美好未来仿佛正在他的面前展开时，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2019年春天，19岁的加比遇见了比他年长2岁的布莱恩。布莱恩说自己是一个文艺自然主义者，热爱自然，喜欢读诗，也憧憬离群索居的生活。他确实和其他听着流行饶舌的男孩不一样，他读惠特曼的诗，他甚至说希望在荒野里死去。这样的特质一下就把加比吸引了。加比告诉好友罗斯说，布莱恩好像一阵暴风，我被他卷进去了。而根据布莱恩的姐姐卡西后来对 FBI 的说法，布莱恩当时回家后说，我遇到了一个太天真的女孩。天真的女孩加比就这样和布莱恩展开了约会。他们去了长岛北岸露营，两人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但是加比想早点回家，布莱恩突然暴怒，说他太受家庭的控制。生气过后，他马上诚恳道歉，说是自己太敏感了。加比原谅了他，并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被家庭束缚的，我只是担心妈妈感冒。但他道歉的样子让我心软。这件事情仅仅是个开始。很快，布莱恩就要求加比在社交平台删除与其他男生的合影，限制他参加朋友的聚会，并登录他的社交账号，删除他发现考试焦虑的动态。加比开始犹豫是否继续这段感情关系时，布莱恩送给了他一本书《荒野生存》，扉页上写着，让我们一起逃离这个虚伪的世界。这个举动打消了加比所有的疑虑。他告诉家人，我恋爱了，
在感恩节那天，加比带布莱恩回家吃饭。布莱恩表现出有距离的礼貌，加比的妈妈妮可对他的印象是安静，而布莱恩在饭后却私下和加比批评妮可太强势。有这些危险警告，加比和布莱恩分手了吗？答案是没有。时间来到2020年，加比非但没有和布莱恩分手，两人开着加比的车一路向南，从纽约搬到了佛州的北港市，和布莱恩的父母克里斯以及罗贝塔一起生活。罗贝塔对加比展现出友好的接纳态度，他说：“在我们家你可以免费住，能省下一笔房租，正好可以为你们将来的旅行存钱。”最开始大家还相处愉快，但没多久，加比的车钥匙就不在自己手上了，手机网络也常常断掉。他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工资却被布莱恩要求打到他的账户里，由布莱恩帮助理财。再后来，疫情来，两个人被困在屋子里，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一次，加比想和朋友视频聊天，布莱恩竟然拔掉了路由器来阻止。加比表达了反对意见，布莱恩立刻摔碎了他的水杯，指责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忠诚。4月的时候，在一次两人的日常争吵中，布莱恩失控地把加比推到墙上，双手掐住他的脖子，造成了他脖子上的淤青。5月的时候，布莱恩因为加比看了太久的纪念相册而直接把相册烧掉了。加比终于不能忍受了，他搬离了布莱恩家，住到了同在佛州的表姐家里，并且删除了布莱恩的联系方式。可接下来的几天，布莱恩发来了一连串的短信，内容从威胁的“你会毁了我的人生”到哀求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加比再次心软了，他选择回到布莱恩身边。6月，加比用他工作的积蓄买下了一辆2手的白色福特面包车，车登记在他的名下，但钥匙、改装权全部归了布莱恩。加比拍摄并上传了一个改装车的视频，在他的油管频道上，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这个频道。也许原因就在他偷偷给朋友发的消息里。这辆车像是他的战利品，而我只是个装饰品。终于，在2021年7月2日，加比开着他的车出发了。他不是逃离，而是和布莱恩一起展开了计划已久的房车之旅。这时候，加比在 Instagram 上累积了10万的粉丝，他兴奋地宣布：“终于自由了，我们的房车冒险生活开始了。”可从一开始，这趟旅程就不是自由的。出发前，布莱恩认为1台手机就够了，于是蛮横地收走了加比的备用手机，并且独自决定了整个行程路线。8月12日，莫阿布市警方接到报警，有人看到布莱恩打了加比，这就是之后轰动全网的执法记录仪的记录影像。What's your name? Gabby. Gabby, how old are you? I'm 22. Did you get hit in the face? Kind of looks like something like hit you in the face. And then over on your arm, shoulder, right here. That's new, huh? It's kind of a new mark. Oh yeah, I don't know. 当时警察注意到加比脸上有抓痕，但他拒绝指认布莱恩。警察让两人分开一晚，并明确指出两人当晚不要联系对方，各自冷静一下。可根据事后的信息还原，当晚两人再次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加比又在 Instagram 上写下那句熟悉的安慰：“小插曲，但爱会战胜一切。”8月19日，他们抵达大提顿国家公园，那是加比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监控画面中。他和布莱恩在一家超市购物，就在几分钟前，布莱恩在超市的停车场猛关车门，发泄怒气。8月21日，加比给母亲妮可发了一条短信，他这2天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直盯着我看。8月27日是他最后一次发送通讯，短信里含糊不明地写着：“他的手机没服务，他在担心我，
同一天，其他露营者在斯普瑞德溪流露营地听到了争吵，有女人在喊：“放开我！”争吵声很快平息了下去，没有人报警。8月28日，面包车消失了。让我们把时间轴拉近，仔细看看接下来的2个月发生的事情。9月1日，布莱恩独自开着那辆面包车回到了佛罗里达。他没有在家里，没有报警，也没有解释。邻居回忆说，他连夜清洗车身，丢弃了一大袋衣物。9月2日，布莱恩和家人一起去露营，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9月11日，尼可终于报警，他已经整整10天联系不上女儿加比了。警察来到布莱恩家，他拒绝接受询问，直接躲进房间。他的父母也不配合，一切都交给了律师。Yeah, we have an attorney. They've been calling. I don't know.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I don't know why so many attorneys aware. Okay. They're calling, so I can give you his number. 9月14日，布莱恩突然离家出走，这像一个震撼弹。在加比消失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布莱恩也消失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布莱恩和加比的消失无关，而外界的质疑给了他过多的压力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就在同天 ，FBI 介入调查，正式将布莱恩列为嫌疑人。9月19日，加比的遗体在怀俄明州的溪水边被发现，法医确认他死于手动扼杀、颈部骨折。死亡时间在8月27日至30日之间。10月20日，布莱恩的遗体在卡尔顿自然保护区被发现，他躺在树根之间，旁边有一把手枪，一本已经浸湿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的文字有些已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一句：“我杀了加比，他想离开我，我接受不了。”根据法医的验尸结果，布莱恩太阳穴枪伤，确认自杀。自此，布莱恩杀害加比的动机随着他的死也一并成为了不可解的谜团。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布莱恩的人生轨迹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布莱恩·朗德里1997年出生，和加比一样来自纽约长岛。母亲罗贝塔从小就把他看作天才。罗贝塔常对亲友吹嘘说：“我的儿子注定要特别。”长大后的布莱恩是特别的，他特别孤僻而傲慢。他从社区大学辍学，整天窝在家里看尼采，研究海外生存技巧，还反复读《荒野生存》，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去过真正的生活。这些异于常人的特质在他身上产生了化学作用，就像很多朋友对他的评价：有魅力，但古怪；温柔，但反复无常。和加比恋爱之后，他常对加比说：“爱就是占有。”这明明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但是对于从小父母离异又各自再婚的加比来说，布莱恩的爱很浪漫。也正是这样，让布莱恩在加比身上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被完全掌控的世界。布莱恩的 Reddit 匿名账号也在事后被网友挖出，他曾在上面发帖问：怎么让伴侣更依赖你？煤气灯技巧真的管用吗？可悲的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处在煤气灯效应的深度影响中，而掌控他的那只手，正是来自他最亲的人。When was the last time that you saw Brian and Gabriel? Well, Brian is here. Brian is here? Yeah, and that's all I'm going to say. 我们从这段录像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布莱恩父亲克里斯的身后躲藏着一个看似弱小害怕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布莱恩的母亲罗贝塔。罗贝塔是一名银行职员，2018年因部门裁员离职，之后全职照顾家庭。她看似家庭主妇，实则逻辑清晰，控制欲极强。在这个家庭中，她是主导一切的存在。布莱恩的父亲克里斯在家中几乎没有权威，他从不敢反驳妻子，很少主动参与儿子的教育。家中的经济大权也交由罗贝塔掌控。他曾经想买一艘渔船，也被罗贝塔以儿子上大学要存钱为由拒绝。
布莱恩有一个年长9岁的姐姐卡西，她和罗贝塔的关系也很糟糕。卡西因谈恋爱被罗贝塔停缴大学学费，离婚后，卡西被要求搬回罗贝塔家附近，才能得到经济支持，用于支付孩子的医疗费。而他第一段婚姻的破裂，同样也因为罗贝塔的强势控制和干预。对于布莱恩，罗贝塔采用的是另一套方式，他给布莱恩设定好了一切道路，检查他的通话记录，决定他交哪些朋友。他到处跟人吹嘘布莱恩的画画天赋惊人，却又反对他参加艺术课程。他把布莱恩捧上神坛，同时用完美的标准驯化他。当他情绪失控时，动用冷暴力；当他表现服从时，得到礼物作为奖励。在他日复一日的 PUA 下，布莱恩成为了他的完美傀儡。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布莱恩要求管理加比的工资，他真的有理财能力吗？当然没有。罗贝塔掌控着他的经济，直到自杀离世，布莱恩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莱恩对加比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罗贝塔操控行为的复制，而对于罗贝塔来说，加比的出现只是他的人质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表面上他欢迎加比住进家里，还送他一台旧相机，鼓励他去记录生活的冒险，但实际上他在一步步削弱加比的独立性。据事后加比的朋友提供的消息，他要求加比每周做家庭晚餐，以检验所谓的责任感。他不断因为加比和母亲联系而不悦，质疑加比的独立性，甚至在加比的 Instagram 粉丝破万后，他讽刺地说：“才几万人关注，布莱恩小时候棒球观众都比这多。”当加比试图逃走时，罗贝塔就亲自打电话给他说：“你离开布莱恩，他就会自我了结，而你就是凶手。”很难想象，一个母亲用自己儿子的死亡来情感勒索他的恋人。到这一步，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困惑。加比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变态的家庭里面，他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吗？加比意识到了，也挣扎过。2019年开始，加比就多次向朋友表达过自己的不安。他的好友罗斯回忆说，布莱恩看他的眼神不像恋人，更像是审视一件货物。表姐阿丽莎更是直接警告过他掐你脖子不是爱，是犯罪。加比不止一次在网上搜索如何判断男友是不是控制狂，但是童年在他内心留下的阴影让他不愿意放走任何一丝得到爱的机会。就在搜索的同一天，他又在日记里写道，可能是我太敏感了。他道歉时真的看起来很伤心。这种自我否定是控制关系中最典型的心理陷阱。遗憾的是，他的家庭也没有真正拉住他。他的母亲妮可虽然一度隐约察觉到了问题，但也曾劝他再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吧。直到2021年6月，妮可才第一次严肃地表示，你需要马上离开他。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深陷在这段有毒感情中的加比专注于即将展开的房车之旅。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次旅行失败，我就完蛋了。那么加比为什么没有早点离开呢？有些人会说他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被困住了，困在经济、社交、情感的多重枷锁里。他的工资卡由布莱恩掌控，手机也被他检查多次。2021年，他的账户里余额不足200元，他名下的面包车钥匙在布莱恩手里，他手机里几乎没有亲友的联系方式。另外还有深层的心理操控。布莱恩常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露宿街头了。每一次暴力之后，布莱恩都会变好几天，带他去露营，并答应他以后和他一起走遍全国。因为生父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席，让加比需要爱，也渴望被需要的感受。
原生家庭的替代方案，让他把感情倾注在了布莱恩的身上，而布莱恩带给他的失望，又让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那辆二手房车上。他希望房车生活能给他自由，可到头来，那辆面包车变成了他的坟墓。2021年8月25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镇，加比买下了一张明信片，准备寄给母亲。这张最终没有寄出的卡片上写着：妈妈，这里的星空像撒了一把钻石，但我最近总在做一个噩梦，我在拼命奔跑，却永远到不了任何地方。这张卡片后来在他的背包里被找到，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泪水模糊。发生在加比身上的悲剧，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很多人熟悉却不敢面对的感情关系。第一，爱不是交换，也不是控制。真正的亲密关系是彼此尊重，彼此支持，不是要求对方听话。布莱恩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习惯说：你听话，我就对你好；你不听话，我就惩罚你。记住，这不是爱，这是控制。第二，这个世界没有完美关系。在社交媒体上，加比和布莱恩是模范情侣，每一张照片都拍得像明信片一样。但是这些照片的背后是孤立、恐惧和不断退让的现实。越是想维护完美关系的人设，加比就越不敢承认这段关系已经烂到根里了。加比的父母尼可和约瑟夫联合起诉了布莱恩的父母，指控他们明知加比死亡的情况下，仍帮助布莱恩逃跑，拒绝配合调查。FBI 在罗贝塔的便条中找到了关键证据，发黄的纸片上面蓝色的墨水字迹写着：如果你进监狱，我会带饼干去看你，律师都准备好了。罗贝塔的律师辩称，这只是父母的爱，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爱最终带来了毁灭。双方在2023年达成和解，布莱恩的家人赔偿300万美元。加比贝蒂托基金会也在2022年成立，专注家暴预防和失踪人口援助。加比的继父吉姆是基金会的运营负责人，他在记者会上说：加比走了，但我们还能救别的人。现在，每个经过加比纪念碑的人都能看到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爱不该让你害怕做自己。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处在一段让你不断怀疑的关系中，请记住，真正健康的爱从不需要你把自己切成碎片来拼凑一个完整的我们。每一个真实的罪案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是一场心碎的悲剧，一块未愈的伤疤，也是对世界的警示。欢迎订阅、留言，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是云奇，我们目击黑暗，去寻找光。